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今早的社教86周年联合礼拜。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以齐应的方式来念今早的宣召。万军之耶和华，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来感念你的慈爱。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但愿上帝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我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我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要向耶和华唱赞美新歌，从地极向耶和华唱赞美歌，向耶和华唱赞美他的名，天天要传扬他的救恩，诉说他荣耀，万民都诉说他奇妙作为，诉说他荣耀，万民都诉说，因耶和华伟大，当受赞美。他在万神之上，应当受敬畏。尊荣和威严，唯独属于他。向全地欢呼，我神为王。诉说他荣耀，万民都诉说他奇妙作为，诉说他荣耀，万民都诉说declare his glory among the peoples, his marvelous deeds. Declare his glory
among all peoples declare, among all peoples declare, among all peoples declare. 这个时候，让我们一同来祷告。全能的上主，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当我们庆祝教会的周年纪念，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与颂赞，为这历年来曾在此一起崇拜、共享主内团契的肢体，我们感谢你。愿凡是近前寻求主的，都能寻见主。愿凡得见主面的人，都被圣灵充满，使教会成为满有主生命的殿，主灵的居所，在这世上成为赐生命之主临在的地方。奉主耶稣基督我们主的名祈求，阿们。让我们一同来起应今早的经文。耶和华，我要尊崇你，因为你救了我，不让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救我的性命脱离阴间，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入地府。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要颂扬他神圣的名字。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耶和华，求你应允我，怜悯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脱去我的麻衣，为我披上喜乐，使我的灵歌颂你，不致缄默。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Today's scripture reading is taken from Matthew chapter 11, verse 16 to 19 and 25 to 30. To what can I compare to this generation? They are like children sitting in the marketplaces and calling out to others. We played the pipe for you, and you did not dance. We sang a dirge, and you did not mourn. For John came neither eating nor drinking, and they say, He has a demon. The Son of Man came eating and drinking, and they say, Here is a glutton and a drunkard, a friend of tax collectors and sinners. But wisdom is proved right by her deeds. Verse 25. At that time, Jesus said, I praise you, Father, Lord of heaven and earth, because you have hidden these things from the wise and learned, and revealed them to little children. Yes, Father, for this is what you were pleased to do. All things have been committed to me by my Father. No one knows the Son except the Father, and no one knows the Father except the Son, and those to whom the Son chooses to reveal him. Come to me, all you who are weary and burdened,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Take my yoke upon you and learn from me, for I am gentle and humble in heart, and you will find rest for your souls. For my yoke is easy and my burden is light. 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求你这时候打开我们的心。圣灵就是真理的灵，求你来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明白主对我们所说的话，
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我们多么熟悉的一段经文，只是耶稣这里所指的劳苦担重担的人，到底指的是谁？不假思索，我们都以为这是指那些被罪恶捆绑不得释放的，在生活压力下透不过气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还未认识福音的人。若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来观察，就会发现耶稣讲这句话的对象，其实不是一般所假设的未信者，他们却是信仰的中间分子，是那些因为认真对待信仰而面对难处的人。基督徒面对什么难处呢？面对什么叫我们劳苦重担的呢？讲到基督徒的难处，我们需要从头道来。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会在传福音的事上，将福音以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来呈现。你能明白也好，不能够明白也好，你只需要凭着单纯的信心，接受一些基要的教义，就可以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了。我们对信仰有什么不能够明白的地方，往往也得不到理性上的回答。若追问太多，却被看为是不够信心的表现。什么是信心？往往是从个人和灵性的角度去理解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容易将一些问题归咎到个人跟神的关系上。例如，基督徒夫妻发生了的矛盾，若从个人和灵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话，就是丈夫或者是妻子，他们灵性上出现了问题。假设只是我们与神关系正常的话，那么这一切的问题就必然迎刃而解了。这样把问题简化，就好像一位江湖医生面对患有癌症病人，对病人说：你质疑会患上癌症，是因为你少喝水。只要你开始多喝水，癌症就会痊愈了。这是多么荒谬的说法！问题在于人始终没有去意识到，他需要去追根究底，探索矛盾问题的症结所在。不知道症结，就不能够对症下药，也不能够解决所面对的问题。这些现象同样发生在教会，教会普遍也存在同类型的问题，就是我们将信心和理性决然分开，或者讲得比较白一点，我们认为信心不是理性的。果真信心和理性是分开的吗？许多年前，我曾经听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说 Jesus is the answer, but what is the question? 耶稣是答案，那么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只是提供答案，却不是去面对问题。我们只求凭信心，不求理解问题。其实如果是这样，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一个信仰的人绝不可能与世隔绝，
独自住在孤岛上，追求与神灵交，过圣洁属灵的生活。我们每一天还要面对家庭、面对感情和自己情绪困扰的问题。一旦信徒将所面对一切生活上的问题归咎于个人与神的关系，那么就以为多读经、多祷告就能够改善跟上帝的关系，解决一切生命中的难处。你认为只要我们读经祷告就能够解决与神的关系，就能够解决生命中所有的问题吗？我们的问题正在于不明白圣经。另外一方面，常常上礼拜堂祷告，也不保证一个人就不犯罪，就有不犯罪的免疫能力，就不会行差踏错。这些都是因为我们基督徒太过强调个人的内心属灵，而有些时候会忽略了一些重要的因素，譬如社会当时的文化的氛围，所属的这个行业的次文化，信徒群体的属灵气质，甚至是个人性格上的弱点和盲点，这些都会影响信徒对信仰和生活的理解。有时做基督徒真的很难，是因为当你告诉别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会以另外一种的眼光来看你。基督徒，我们面对很难相处的亲人或朋友，虽然你们之间的关系不好，不一定是你的问题，但是周围的人多数会说，你是基督徒，为什么是这样的？又比方你的下属、叔父、职守，你提醒或是责备他几句，他转过来就会数落你、批评你，说你没有爱心，简直不像一个基督徒。所以有时我们很体谅到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不轻易的在人的面前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以免已经难搞的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成为基督徒以后，有时候我们确实要应付不少奇怪的要求和指控。比方说，你们基督徒不是应该这样的吗？怎么你们基督徒都可以这么做？但是为了免去失去见证，很多时候我们就任由他们批评指点。我要说的，这样做基督徒确实是很困难的。但是辛苦的是，有时候反而这些是来自群体、信仰群体的压力。基督徒时常强调生活要有见证，做每一件事情就怕绊倒别人。我们最常引用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这里说，凡事都可行，但是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推到一个极端，我们什么都不敢做，什么事情都要看人的脸色，恐怕一不小心我们就会绊倒人。这就可以明白耶稣的话。耶稣说，我可用什么比这个世界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他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也吃也喝，
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听见人吹笛，我们不敢跳舞，恐怕有人说我们不合圣徒的体统。有人举哀，我们不敢捶胸，恐怕被误会为我们没有盼望。因为我们不断的为了体贴人的软弱而否定自己的想法，我们跟自己真正的感受便越来越脱节，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想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谁，而弟兄姐妹也不知道我们里面实在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是迷失在教会里，成为一个斯斯文文、客客气气而面目模糊的基督徒。有性格的人在教会里面是不容易的。事实上，连主耶稣也难以符合那些所谓基督徒的标准。在教会里，不难发现有一些信仰和实践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我们对一些文化的差异，有时候会把它提升到信仰和道德的层次。譬如，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抽烟、喝酒呢？我们可以以健康的理由劝人要戒酒，就如劝人说少吃一些猪的大肠，少吃一些烟熏的食物，但不需要将它们提升到一个道德甚至是一种信仰的层次。你可以以不抽烟、不喝酒作为择偶的条件，但是这确实不是成为基督徒的信仰的门槛。就如耶稣当时候也触碰到犹太领袖们敏感的地带，希望有讨论的空间，来探讨安息日可以医病吗？信仰的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所以耶稣仍然期望教会的信徒在世上能够成为智慧之子，智慧必从他们的身上的果子见证出来。讲到这里，我们是否已经可以明白当时候的宗教领袖为什么对耶稣恨之入骨？他们的心思，他们辛辛苦苦建立的一个忠心顺服、听教听话的信仰的群体，你就来说行为完全不重要？你这样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要求他们循规蹈矩呢？这是教会面对的挑战，也是教会不能够回避的问题。我们可以想到，当信徒没有判断能力的时候，你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的正确答案 modern answer。 但是当他们长大成人进入社会，你不能够再控制他们接触到些什么东西，也没有办法保护他们不受到世界的引诱和受世界的影响。这个时候，他们需要的不再是一个现成正确的答案，而是如何找到一些他们能够真心信服的答案。对我们回到劳苦重担的这个问题，将基督徒压得透不过气来，很可能不是外在的压力而已，而是我们宗教不切实际的理想和执着。理想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在于理想本身，而是在于理想
对现实的参照的价值，是不断的激励人去面对现实，并发出质问。让我用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主祷文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是一个祝愿，也是一个理想，也是一个指导我们应该怎么样在世上生活的盼望。但是在主来之前，这个理想从来不成，也永远不会成为现实。如果你因此以为教会就是上帝的国度，人间的天堂，那你很快会理想幻灭。让我再以中国儒家的那种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去的人格理想做另外一个例子。这种人格理想只是一种的参照，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它可以让我们的生命发出光辉。但是中国人却是把它作为人格的绝对的标准，去要求人必须做这样的人。因为人自己的弱点，又使人不可能进入这样的一个境界，因此这种人格理想便造就了许多的伪君子，表面上是这种人格，背后却是无恶不作。而比较诚实的人就以为，因为看见了现实当中根本达不到这个理想，变得愤世嫉俗。今天教会主流的教导，却正是标榜一种合乎上帝标准的理想人格，把它看作为现实人格的一个绝对的标准，去要求基督徒达到。就像主耶稣说，把难当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我们实在需要重新反省效法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圣经上说，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但我们却往往将成为肉身的耶稣推回天堂去，然后我们说耶稣就是这样的，不过我却不是耶稣啊。圣经说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上帝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既然说增长，那就必然还有增长的空间。道成肉身的完美，却是有成长的动力和进步的空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9节他说，我们所求的就是你们做完全人。在腓立比书第3章16节他却补充说，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照做什么地步行。主耶稣说他的恶是容易的，他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相对于其他加诸在我们身上的重恶，无论是社会的、学校的、道德的、宗教的，我们只需要向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的天父交代和负责。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立下了榜样，我们可以以一个柔和谦卑的心来面对。以赛亚书第30章15节这么说，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
所以你们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快的牲口，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表达，可以这么说：你们得救在乎回返我的怀抱，你们得力在于不要搞那么多事。你们竟然不肯说我们要努力做得最好，所以你们必然做到精疲力尽。你们又说我要尽一切的努力达到上帝的标准，所以你们必然做到100分。而你们的最好离开你们自己的想象的目标还远了，更不要说上帝的标准。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重新来理解主耶稣的提醒和安慰。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承认我们背负的重担有些时候是从外面而来的，有些时候是从信仰的群体给我们的，更多数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内心里面要达到的一种的理想。因为这样，我们常常感觉到心疲力尽，我们感到背负重担。然而主耶稣，你给我们的应许，因为在你的里面，你等待我们有一个成长的空间，你让我们在什么时候我们就做怎么样的人，你让我们有时间去改变我们自己。主啊，帮助我们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他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that we may see all
Praise to thee, O Lord, for all creation. Give us thankful hearts that we may see all the gifts we share and every blessing. All things come of thee. Every good gift, all that we need and cherish, comes from the Lord in token of His love. We are His hands, stewards of all His bounty. His is the earth and His the hands above. Praise to thee, O Lord, for all creation. Give us thankful hearts that we may see all the gifts we share and every blessing. All things come of thee. All things come of thee.这个时候，我们以起应的方式，一同来做我们的奉献的祷告。为顺从主耶稣的命令，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我们在此设立教会。我们愿重新奉献自己。如今，我们在此重新献上自己，让我们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身体，更加成圣，更有爱心，好让上帝国实现于人间。愿圣灵帮助我们，赐给我们生命和力量，好与主同行同工。这正是我们诚心所愿。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85年前预备先贤们在新加坡设立了真理堂。我们也感谢你80多年来带领教会参与你的圣工，让许多人得到你的救恩。主啊，今天早上我们要为着教会的健康成长来向你祈求祷告。我们盼望圣灵引领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每天读经祷告，和主亲近，靠着神的话语为灵粮，渐渐在属灵上成长，晓得回应主你的恩典，不忘记你给我们要传福音的大使命，在传福音的事不怠惰，在这片土地上活出爱。我们也祷告教会领袖、牧师、传道、长老和执事们，时时刻刻有你圣灵的同在，明白自己蒙召的身份，晓得彼此配搭，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们
彼此相爱，彼此鼓励，以生命造就生命，让教会成为一个不断健康成长的属灵充满着爱的肢体，以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是真理堂社教86周年纪念。我们在这个视频崇拜过后，休息了15分钟，我们就借助 Zoom 的连线，连接所有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庆祝我们的周年纪念。在这个庆祝里头，我们要一起来追念我们的先贤先辈，也怀念我们教会的历史，神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我们也要一同的玩游戏，最后大家请预备一个杯子，我们要全体教会举杯同庆，庆祝真理堂的86周年纪念。让我们恭祝真理堂生日快乐。你是指甲的大能，终结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是指甲的大能，终结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哦，主，差遣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真实，建立合一教会，使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让我们一同领受祝福。又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常与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